京东、美团表面上是外卖站，但是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。我要先去请教一位大师，高端的商战往往不是你看到的那种热闹，而是简单直接、刀刀直捅对方要害的战场。它在哪里呢？找到了，《孙子兵法》会员价是24.7块。在商业的战场上，真正高明的对决从来不是看谁最热闹，而是谁最隐忍，谁能让对手误判战场。表面上，美团是外卖的王者，骑手如云，商户如林；京东看似是来抢盒饭的后起之兵，呈现出一张美团站在城墙之上，京东大兵压阵的既视感。但是如果以《孙子兵法》破局，善战者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，你就会发现这场战役根本不是在一份便当上面，而是未来一个万亿规模的即时零售市场。谁掌握了最后1公里的战争？战场里最狠的招，往往是让你误判了真正的战场。在商业中，企业往往会不断地修筑自己的护城河，提高自己的竞争优势。好，我们先来排兵布阵吧。那么美团的护城河是什么呢？兵力是否充足呢？城池是否坚固呢？粮草是否充足呢？美团有745万骑手，执行力极强，30分钟内送达，覆盖全国2800家县区。这是一支高机动性的城市轻骑兵，哪里有用户，哪里就有骑手。城池是否坚固呢？6亿用户形成了急用找美团的心智闭环，680万商户如诸侯依附，美团是平台，也是流量的源头。那粮草呢？让我先来看看美团2024年的业绩报告。报告显示，2024年总收入是人民币3376亿元，比2023年增长22%，净利润是人民币358亿元，同比增长158.4%。持有现金以及现金等价物和短期理财投资分别是人民币708亿和人民币974亿。说明粮草充足，打仗需要钱，需要很多很多钱，现金弹药充足。那京东看似是一个外部的进攻者，兵临城下，实则是在打一场围城之战。在电商江湖当中，京东以供应链和物流著称，在传统的电商是一个独特的存在，它必须找到第二增长曲线，不然地位就很尴尬了。这些年京东一直在布局即时零售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线上下单30分钟到1个小时送货到家，从次日达进化为小时达。京东到家正在城市当中布局网点，本质就是用物流重构用户对时间的预期。这个赛道的切换对京东而言是 so easy。 找了一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报告，有几个重要的数据。2023年我国即时零售规模达到了6500亿元，同比增长28.89%，预计是2030年将超过2万亿元。蛋糕大不大？很大，大蛋糕谁都想吃，美团也想吃啊。打开美团2024年中期报告，主席报告当中显示，美团闪购实现强劲增长。我认为这个主席报告是最快了解一家公司战略的地方。虽然我十分肯定这一定不是王兴本人写的，但是他本人一定是过目过的。美团闪购在这一块放在了外卖的第2段，可见美团闪购在战略上是非常重要的。再看一句，我们还将美团闪电仓拓展到了更多的地区，你捕捉到了什么？如果你是东哥，你一定会急得跳起来，什么敢抢我的饭碗？表演的有点恶心，好，继续讲。但是至于京东有多少的粮草弹药，我不知道，因为京东集团和京东物流是2家上市公司，无法分析他们内部财务打算是拿多少钱来打。如果光靠京东物流的现金流，显然是打不了几局的。虽然京东集团的现金储备略低于美团，但是如果拉上京东商城，它有持续造血的能力，就具备了长期消耗战的资本了。看似防守的美团其实是在悄悄的反击，利用外卖场景当中的高频触达，美团不断的试探用户更多的即时需求，从吃饭延伸到买票、买菜、买日用品等等，每一单外卖都可能引导一个更高客单价的闪购订单。
此外，美团正在扶持超级商户的体系，这种平台加上商户的利益共同体，一方面是筑高了平台的护城河，一方面是锁住了供应侧的资源，让后来者即便想模仿，也是无法轻松切入的。这个就是时间的壁垒，不是别人不能学，而是别人有没有时间学。时间本身就是护城河。好，讲最后一段了，这不是外卖战，是高频生活入口的战争。一旦用户形成急用找某平台的条件反射，平台便掌握了高频的触大权。这就是商业地缘学中的登陆战。今天你点外卖，明天你买药，后天你买菜，入口即心智，心智即市场。美团的护城河深不可测，京东要打一场硬战了。如果从更深的角度来看，它锁住的可不是用户，是整个城市的流动效率。说一个我个人的体验，有一次我在深圳半夜1点回到酒店，发现没有带隐形眼镜的药水，美团下单了，结果18分钟之后我居然收到了。但是同样的事情放在3、4线城市是不可能的，没有这么快，也没有人送。于是我对深圳就留下了一个印象，不用睡觉的城市，也是高效的城市。这就意味着美团不仅是平台，它更是一个城市的算法履约系统了。商户、用户、骑手三者之间已经被算法深度的绑定，彼此的依存无法轻易的去转移的。后来者要打进来，必须是一场硬战了。不过我觉得京东最大的武器不是物流，也不是供应链，而是刘强东这个 IP。外卖服一川骑个电瓶车跟兄弟们一起吃火锅，以接地气的形象展示，直接在互联网爆炸了。这能为京东省下多少的广告费啊？如果真的要打硬仗，叫上夫人一起，那么舆论上已经赢了。京东真正想要做的绝不是外卖，而是建立一套完整的即时履约网络，加上高价值的品类，加上品牌供应链。说白了就是要搞数据闭环嘛，强化生态。刘强东亲自下场，也不是为了演戏，而是为了激活京东最强的组织动员能力。孙子兵法中有一句，善战者治人而不治于人，意思就是真正的高手能调动对手而不被对手调动。谁定义高频的生活服务秩序，谁就定义了整个城市的商业节奏啊！这不是一场胜负之战，而是一场系统战争的开始。好了，那24块7谁可以给我报销呢？你说刘强东会给我报销呢，还是王兴会给我报销呢？好了，我说完了，再见。